大家好，因為最近在製作 Anki 的筆記，需要從 PDF 裡面截取出文字來產生出 Anki 的卡片，因此測試了幾個免費的 OCR 工具。所謂的 OCR 也就是光學字元辨識，簡單講就是從圖片裡面辨識出文字，並且把圖片產生回文字格式的內容。這一次就用一個簡單的題庫的考卷來做範例，來為各位彙總一下我使用到的這幾個 OCR 的工具。最主要的就是能夠協助我們在製作 Anki 的筆記，能夠從 PDF 裡面來產生出需要的一些內容。格式簡單的 PDF 檔，我們就可以直接使用 Google Doc 或者是 LibreOffice 這一類的文書編輯程式來編輯它。先來看一下 Google Doc 開啟的方法。首先就是把 PDF 檔上傳到雲端硬碟，接着再點擊右鍵，直接使用開啟，然後這一個開啟工具呢，就選擇 Google 文件。Google 文件開啟以後，就可以看到它已經完整的把 PDF 檔整個產生在 Google 文件裡面了。如果是 LibreOffice 的話，只要直接把它給開啟起來，開啟完以後，它會直接使用 LibreOffice 的 Draw 來開啟它，也就是說它其實是把它當作圖形的方法來開啟它了。但是這每一個段落其實都可以直接來點擊它，也可以直接按 Ctrl+C 做複製裡面文字的工作。因此簡單格式的 PDF 檔可以使用這兩種文書編輯工具。格式比較複雜的 PDF 檔就沒有辦法使用文書編輯程式來開啟了，這個時候就必須使用 OCR 的工具。首先介紹最常見的 Windows 的剪取工具。Windows 11的設定裡面可以直接來設定是不是要用 Print Screen 這個按鍵來開啟剪取工具，也就是 Snipping Tool 這個剪取工具。首先我先點擊設定，進入 Windows 的設定畫面，然後再搜尋這邊的輸入 Snip， 它就會出現一個選項，使用 Print Screen 鍵來啟動螢幕剪取。這個如果我們把它給啟用起來，到時候就可以直接按下 Print Screen 把剪取工具給開啟起來。這個時候剪取工具已經啟用起來了，但是要請大家注意，只有在 23H2 以後內建的剪取工具，它裡面才有 OCR 辨識的工具。它是在最右邊會多增加一個文字動作的按鈕，點擊以後就可以直接選取一個區域，它就會直接做 OCR 的文字辨識。辨識完可以當作是文字的內容，就可以直接再點擊上面的複製所有文字，它就會將這些圖形通通變成是文字的，就可以再透過系統剪貼簿來做貼上的操作了。第三個要介紹的是來自日本的截取工具，它的名稱叫做 CapCap。它的特點就是非常簡單，非常容易使用。在開始使用之前，我們必須先確定 Windows 是不是已經有安裝好需要的語言環境了。比如說日文跟英文的環境是不是在你的 Windows 裡面已經有安裝完畢。安裝完以後，我們必須在它的設定裡面來做設定，來指定你要截取的環境到底是哪一種語言到哪一種語言。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設定，在系統夾裡面，它的圖示按下右鍵，再點擊Settings， 在 Settings 裡面就可以來設定不同的環境。這個第一個環境就是要中文繁體轉換成中文繁體，這個我們就不需要去動它。下面可以去設定字型、背景等等這些設定，都可以在這一個 Settings 裡面來做設定。同時，它也提供了即時翻譯的功能。如果你要把這個翻譯的功能馬上啟用的話，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勾選下面的這個 Sample， 它會自動產生出 ID 是1、2、3的3個環境，分別使用了 Google Apps， 還有 DeepL API， 還有 ChatGPT API， 它可以同時就自動的直接做翻譯。各位要使用之前，記得不要直接使用它這個 ID 1、2、3的設定，而是直接點擊複製，產生出一個新的你自己的設定以後，再針對自己的需要去做右邊的這個選擇，到時候再使用複製好的這個環境來使用。今天就還是直接使用繁體到繁體的這個功能，先把設定給關閉，再進入另外一個按鍵的設定。在這個 Key Bindings 就是設定截取的按鍵，目前我是把它設定成是 Alt 跟 C。截取完的內容，它會在螢幕上面會產生一個區域，這個區域如果你要把它隱藏起來的話，可以按下 Alt D。目前就設定了這幾個按鍵，測試一下。我先進入一個 PDF 檔，直接按下 Alt C。游標就會變成是加號，這個時候就可以拉取一段區域，拉取好你要截取的區域以後呢，放開，這個時候它就會出現了一個螢幕的區域，這個就是它截取出來的內容。在這個區域的上面可以直接按下右鍵，再點擊 Copy 裡面的 Copy Original，
它就會將這個內容複製到系統剪貼簿。這個時候再進入文字編輯器裡面，直接點擊 Ctrl V， 這個就是它已經截取進來的文字的內容，可以說其實是非常準確的。很可惜的是，它每個字的中間都會多安插了一個空白，可能就要使用替代的方法把這個空白給刪除掉，這樣才可以取到真正完整的內容。CapCap 的好處就是它非常的簡單，而且也非常的準確。那如果各位找不到適用的工具的時候，可以使用它來做 OCR 的操作。UmiOCR 它是開源在 GitHub 上面的一個工具，在 Windows 跟 Linux 下面都能夠使用。那它最大的特點就是它有中文的界面，只要啟動起來就會是一個獨立執行的視窗，直接點擊這個截圖 OCR 就可以來做螢幕截取的工作了。這個時候我們再點擊這個螢幕截圖，先把畫面切換到 PDF 的畫面，再把它給開啟起來，再點擊這個螢幕截圖，這個時候可以來截取需要的 PDF 的內容了。它已經把內容給截取起來了，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複製它的內容了。點擊複製，再進入文字編輯器裡面，再把剛剛的內容按下 Ctrl V 貼上來。可以看到它也是非常準確的就把這些內容截取出來了，而且它不會有中間的空白。如果你也需要一個簡單操作的一個工具的話，UmiOCR也是可以考慮的一個工具。最後要介紹的 TextGrabber， 它的作者其實就是 PowerTools 裡面的 Power Text Extractor 的作者，有這個 PowerTools 來背書各位可以想見這個 TextGrabber 它的功能應該是非常強大的。那首先它的預設就是直接點擊 Windows 加 Shift 再加 F 來做全螢幕的截取。如果需要截取螢幕上特定區域的內容的話，就可以直接用 Windows 加 Shift 加 G 這個按鍵，它就會出現一個可以捲動、可以變更大小的一個區域的視窗。那到時候點擊 Grab， 它就可以把這個視窗裡面的內容給選取起來。首先來看一下全螢幕的截取，先把這個 TextGrabber 給執行起來。如果 TextGrabber 需要的 .NET 環境你的系統沒有安裝的話，它會先出現下載，就直接先做下載。下載完畢以後就直接執行安裝，已經安裝完成了，這個時候就再來執行一次。這邊就是它的初始設定，可以透過它的這個畫面來了解它的一些系統功能。這個時候就先直接使用它的全螢幕截取，就先把它給關閉。如果我們把游標移動到螢幕的上方，它就會出現它的操作的工具列，在最左邊可以選擇你要操作的語言。我們現在是要截取繁體中文，因此就把英文改成了繁體中文，然後接着再進入它的設定畫面來做一個初始的設定。在這個設定裡面，首先可以到 Keys 來設定功能鍵，因為要使用這一些快捷鍵來操作，因此要把這個設定給啟用起來，這樣子我們到時候才可以使用這一些預設的熱鍵，全螢幕的截取是用 Windows Shift 跟 F。做了這個設定以後，就可以把設定畫面給關閉。在開啟了 PDF 以後，再直接點擊剛剛設定好的熱鍵，也就是預設的 Windows Shift 跟 F， 直接來做螢幕內容的截取。點擊了熱鍵以後，可以看到游標它就會出現一個加號，接着再拉出一個區域來做區域的選取。再放開以後，它就會將剛剛框選出範圍裡面的內容做 OCR 的文字截取。這個時候它已經把內容給截取到系統剪貼簿裡面，再進入文字編輯器，再直接點擊 Ctrl V， 就可以看到它已經把內容完整的截取出來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可以直接使用它的 Windows Shift 跟 G 來形成一個截取的視窗，點擊一下 Windows Shift 跟 G。這個時候它就會先彈出一個視窗，這個就是先前預設的視窗的內容，我們可以來變更它的範圍。假設我就是要這些內容，它會馬上做截取。這個截取的內容你可以用一般的文字的格式，或者把它变成是表格的方法，通通都截取沒有問題以後，再點擊右邊的這個 Grab， 它就會立即做截取的操作了。這樣子它就已經把這個內容給截取好了。右邊的 Grab 它就會立即把剛剛選取的這個視窗裡面的內容做 OCR 的處理。然後如果要看到截取出來的內容是什麼的話，就可以點擊 Grab 左邊的這個按鍵，它會開啟出一個編輯的小視窗，在這個裡面就可以來做複製的處理了。這個內容就可以用 Ctrl A、Ctrl C 將它給複製起來，再進入文字編輯器按 Ctrl V 將它貼上來。那接着各位就可以直接針對這些內容再來做一些編輯的處理了。
這個就是今天為大家介紹的免費 OCR 的工具。個人認為 TextGrabber 可能會更符合一般性的需求。如果是臨時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 Snipping Tool 剪取工具，但是要確定 Windows 的版本是不是 23H2 這個版本以後。那如果是的話，就可以直接使用截取工具，因為它最單純的，也不需要再額外去開啟別的執行檔。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可以考慮使用 TextGrabber 或者是 CapCap。以上就是為大家介紹的免費的 OCR 工具，希望對於大家平常在截取 PDF 內容的時候會有一些幫助。如果你覺得我的介紹對於你的電腦使用有幫助的話，請各位記得訂閱、按讚、分享，並且透過超級感謝來資助我繼續做教學影片的錄製。今天就到這邊，謝謝各位。